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频道，我是 NC 小叶。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跟今天我 Next 的直播，就我们一起看 COD BO7 的发布会？如果有的话，非常感谢你的支持，那么晚还愿意陪我一起直播。如果没有的话，那你现在点进来当伸手牌是什么意思？好，不好意思啊，开个小玩笑，不要生气。那当然这样讲，今天这部影片就是等一下跟大家讲一下 Next 里面有哪些新东西跟新资讯，以及我看完 Next 之后对于游戏的一些想法跟看法。那废话不多说，我马上就先从新的东西开始讲起。多人部分其实没有太多新资讯或新东西出现，可以讲的、可以介绍的，我们在上一部20分钟的影片里面就已经讲完了。那不太确定官方是不是今年被 BF6 下得不轻，所以很提早就把这些资讯全部都放出来，就包含那个超长的多人资讯部落格，新的资讯大家要知道都在里面了。或是你若嫌麻烦，也可以去看我20分钟同整的那个影片。唯一这次 Next 比较重要，我印象中啦比较重要，我应该没漏掉的东西，因为时间有点晚，也有点想睡。但是一个新的没有提到的东西，就是多人里面会有解锁清单。当然这应该不仅限于多人啦，就是游戏里面会新增一个解锁清单，可以让你更方便的去查看说你前几场或是前几分钟解锁了什么东西，然后你可以在这个清单里面快速的去做装备或者是编辑之类的动作，就是比较像 QOL 方面的一些改动，但是还是不错的，所以这边跟大家提一下。接下来僵尸部分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讲，就是有新图嘛。那它主要的内容就是它的主线彩蛋之类的。那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相关的影片或是内容，感受一下那整体的氛围。我自己是觉得僵尸地图的整个氛围做的还蛮不错的。这也是第一张好像完全都是泡在黑暗以太里面的地图。那当然新特长、新弹药模组也是有，但是这边就不特别多讲，留给大家自己去发现。再下来 Warzone 部分就是大逃杀部分。随着第一季《黑色行动7》第一季大逃杀整并之后，会有一张新图叫做 Heaven's Hollow， 是一张中型、小型的地图，是卷土重来类型的，就大家可以看一下。不过就新图啦，其实没什么好讲的。接下来 Warzone 更新就是一张新图，然后有新武器，这样就差不多了。然后大图佛丹斯克的方面也会新增2个地方，一个是 Signal Station， 就是信号站，另外一个则是工厂，会分别新增在地图的2个地方。就 POI 兴趣点的一些改动就没有太多的东西。那我觉得比较值得一提的呢，是官方在这一次的发布会里面有说，2026年秋季的时候 ，Warzone 大逃杀这边将迎来全新的改版。这个全新的体验是启发自之前 BO4 的黑色战域。那这边就我自己是还蛮有意思啦，因为黑色战域那个时候是比较多大逃杀拾荒的这个元素在，就是有捡配件捡枪没有空投系统之类的，就不会像现在的 Warzone， 我自己是觉得比较乏味，因为捡完空投就变成大型 TDM 嘛，所以我自己是玩的比较有点腻了，也玩好几年了，自己还是稍微有小小期待一下2026年，他说根据黑色战域所提出的这个新的大逃杀体验会是怎么样，但是官方也没有讲太多，大家就注意一下2026年秋季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新的Warzone还是什么，不知道。但是就有这个消息跑出来了。好，那么到这边为止，差不多就是这次发布会新的东西。那新东西很少，不过我觉得主要原因是因为官方之前都把消息放光光了，所以这次 Next 主要就是看一些游玩片段、游玩的情况，来判断一下这个游戏的真实面貌是怎么样子。那相信影片也很多大家可以自己去看或是现在背景影片可以看这个其他人直播的记录档。那我就直接一边播影片一边讲说我目前看下来对于游戏感觉到好的或是有点担心的地方。那首先现在跟各位讲我觉得好的部分。那好的部分我觉得在地图大小的设计上面比起 BO6 改进非常多。虽然在这次 Next 直播里面也有小图，像是黑心工厂这个也是属于比较小的图，但是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官方在地图的设计上面变得用心许多。同样都是小图的情况下，这张黑心工厂在掩体还有一些就是功能上适配，好比说之后等一下提到的登场跳之类的，就地图整体来说设计得更细心，也更加的有规划。相比巴比伦一个4方形可以直接架到人家再生点位的那种地图，很明显黑心工厂这张图就是有经过特别去设计，根据游戏的内容还有玩家的玩法去做适配的，我个人是觉得非常好的。那之前地图清单也有流出，黑色行动7在整体地图上面也不会像 BO6 一样那么多的小图，不会再说正面对决地图来搪塞这样子，就一堆什么2v2可以打枪战的地图拿来打6v6，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偷懒的事情。BO7目前在地图设计上面看起来还蛮不错的，在大小方面我也是算满意的，我自己也不会说一定全部都要中图或大图一些小图其实设计的好的话，玩起来是非常好玩的。接下来就是画面色彩啦，这次 BO7在画面色彩的调色上面，我也觉得比起 BO6 要好上不少。
尤其因为 BO6 整体所有的地图全部都设在阿瓦隆那个地区，所以你随便举几个例就可以感受得到 BO6 很多的地图都是黄沙风格的那种配色配调，监视公寓啊、低地层啊这些东西，因为他们全部都在阿瓦隆里面，所以它整个色调都非常的接近，那也间接造成了玩久就会让人家视觉上感到比较疲劳或是比较乏味一点，再加上就一堆小图啊，就很烦啊。好，不小心又回去追 BO6啊，小心。那这一次 BO7 在画面色彩设计上面，从地图方面就可以看到有非常多不同种的色调，有冰原，有城市，有极地，有海上的专有平台，有近未来的生活住宅，有实验室，各式各样不同的主题哦。但就目前测试可以看到的那几张图来说，整体的色调跟调色盘是还蛮不错的，就每张图都有自己的这个特色存在，不会像 BO6 一样很多图看起来都一样，就我觉得还不错的一个点。再下来就是界面设计哦，虽然很多人可能会说，界面都没什么改啊 ，UI 都一模一样啊，可是我个人觉得 BO7 在 UI 方面其实体现近未来跟科技感的那种感觉还蛮明确的，整体在各式的界面还有 UI 上面其实也显示得非常清楚，包含协调啊、子弹啊、战术道具啊。击杀的加扣分之类的东西，我自己就觉得都蛮清楚的，我也蛮喜欢的。但可能有一些人会比较不喜欢，就是这一代会有敌人协调啊。官方是有说这个协调是可以自由选择关闭的，就是你喜欢可以开，你不喜欢就是可以关掉。对，但是就我自己是觉得没什么问题。但如果你是有问题的话，你可以选择把它关掉之类的，是还不错啦，就都有照顾到各种不同的群体跟喜好这样子。再下一个我觉得很不错的东西就是专精迷彩挑战，就后面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一代有多人、剧情、僵尸跟大逃杀。这4个模式都有4个不同的专精迷彩可以去解，就总共有16种专精迷彩啦，就大家可以看一下在后面迷彩的设计是还蛮不错的啦，感觉蛮用心的。就如果你喜欢干迷彩跟解迷彩的话，就又有很多东西可以给你解啦。再下一个我喜欢的东西就是蹬墙跳，目前在游戏里面看起来蹬墙跳这个东西虽然使用上面可能有点局限，那不太确定是因为大家都还没有玩太久，所以可能大家看起来都有点手残脚残的，就一堆人一直在，我看很多人一直在自杀，就看到那个洞就滑过去，然后就掉下去，根本就没跳起来。对，但是我有看到一些职业选手就已经开始有办法渐渐去使用这个蹬墙跳做一个身法或是进攻甚至是防守的道具。那我自己玩游戏本来就是比较喜欢快节奏或者身法多一点的游戏，所以我自己喜欢这个蹬墙跳啦。我也有看到有些人就是目前蹬墙跳虽然说最多只能连跳3次，但是看到有些人做出一些很夸张的动作了。所以如果你比较不喜欢这类身法类的东西，你可能是比较属于慢节奏一点或者是喜欢打慢一点的玩家，你可能就会比较不喜欢蹬墙跳这个东西。但是我是喜欢啦，对，但就你如果不喜欢的话也不是你的问题，就只是偏好问题。再下我很喜欢的东西就是流畅度，那跟 BO6 一样啊，就整体的流畅度很不错。然后我稍微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啊，不太确定是不是我感受错误，因为我没有实际玩到，但感觉 BO7 整体武器的补弹速度好像比起 BO6 要快一些。那 BO6 我觉得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它整体身法跟移动速度很快嘛，但是武器的补弹速度有点落塞，所以就有一点点撕裂感在。但是 BO7 目前看起来好像比较没有这个问题吗？不太确定，因为我没实际玩到，所以就是看起来流畅度好像很不错，然后整体也没有被节奏拖慢的感觉，滑垒、跳跃、补弹、翻越这些动作都非常的连贯，就没有那些卡卡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还蛮不错的。那最后不免俗还是提一下，就是 COD 一贯的从2019年到现在一贯的高品质的动画、高品质的画质，这当然就是没话说啦，绝对是业界标杆的。接下来讲一下我稍微有点担心的点哦。首先第一个是枪将系统。BO6 其实在枪将系统上面有一点让我很不满意的，就是它把很多东西都非常的简化到导致我觉得这个枪将系统其实有一点点没有特色。好比说你想要叠腰射，你就是只有一个腰射雷射可以装；你想要叠后坐力，可能就是一个握把或是一个枪口之类的，就没有太多的配件组合啦，导致于后面突击步枪都是有一个突击步枪的制式配法，那冲锋枪也有自己一套制式配法，就是大家都照这样配，就是没有什么悬念之类的，也没有说可以特别强化某一部分来搞事，或是玩一些很奇怪的装备，就少了那一点枪将玩枪的那一种特色在。那这一次 BO7 因为我没去玩过，所以我也不知道它枪将长什么样子，但是我稍微问了一下其他地方的创作者，他们有的人是说枪将就跟 BO6 差不多，就只是换个名字而已，就配件换个名字。那有的人是说比起 BO6 多了一些数值上面叠加的允许值，就好比说有复数个东西可以叠要射，或是复数的东西可以叠战术姿势的射击之类的。对，但是就我自己没有实际看到，所以就不太确定。比较希望像 NW2、NW3 那样，你可以玩很多有的没的，可以把自己的枪搞得很难用，就是玩游戏嘛比较好玩之类的。再下来是穿墙的狙击连杀，这之前我们有讲过嘛，那个 Grave Maker， 那这一次的 Next 也有人实际用到了，目前看起来好像是
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讲，但是感觉蛮可怕的。虽然用过的人啦，我问一下，他们说狙击本身用起来没有到非常好用。包含机动性很低，然后射击之前要充能之类的。但说真的，它这样子目前看起来充能充到最满是可以直接穿透所有的墙壁，就整张地图可以全穿啊。比较担心这个在平衡方面的问题。目前我问一下，他们是说制作组有说，如果你被人家用这个东西穿墙瞄准了，会有语音提示你，就是有人拿这个东西在给你头盔之类的。对，但就不确定平衡 O 不 OK， 因为他们现场玩的时间也没有很久。不知道之后开放给大家玩之后，会不会有人弄出一些很恶心的玩法，或者是怎么样的，就不太确定了。但这是一个担心的点啊，穿墙狙击连杀。那再下来呢，就是游戏之后的更新。目前 T 组有说 ，BO7 上市到第一季结束之间，总共还会推出7张不同的新图。那这个听起来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相比 BO6 的更新疲弱，到第一季结束之前，至少会有7张新图出现的话，那看起来他们目前内容量准备是蛮足啦。但是这边还是担心一点啊，因为他们说归说啊，会不会到时候7张图一堆重置啊？目前18张图里面是3张是经典回归嘛，2张是20v20，其他的看起来好像都是新的，对，目前都是全新的地图。那希望他们后面7张所谓的新图，不要他妈要给我塞一堆什么重置图或者什么旧图重出这样子就好了啦，对。但是就小担心，所以跟大家讲一下。那最后一个担心的东西啊，当然就是平衡啦。平衡这个东西每年都要小讲一下。去年 BO6 其实算是平衡不错的一代，就没有什么东西是真的完全制霸全场了，没有说那个东西出了，其他东西就完全打不赢。目前 BO6 大概是历史上平衡算最不错的一代了。当然，我觉得这有可能跟那个枪将蛮无聊是有点关系啊，因为它做的很简化，就很好平衡嘛。那不知道 BO7 会怎么样，就要看后续了。这就是几个担心的点。好了，那稍微分享一下 Next 我的想法跟看到的新东西。之后10月3号 Beta 也准备要上市了，所以我是觉得，如果大家对这个游戏有任何疑虑或者任何想法，我都是建议可以自己去玩一下。反正6号早上就完全公开测试了嘛。所以你不用花任何1毛钱也可以去体验，那体验过后之后再去决定说这款游戏对你来说适不适合，或者你喜不喜欢都没有任何问题。那大家如果看完这次 Next 对 COD 有任何想法或看法，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区留言跟大家一起讨论。如果你同意我的看法或是不同意我的看法，也都没有问题，欢迎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你的想法。好，那我们这部影片就差不多先到这边，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吧，拜拜，拜拜。